亲情长相守，真情在人间。大家好，我是秋兰，欢迎观看《真情人间》。前几天放假，老公说他爸妈想孙女，带着3岁的女儿回了趟老家。我因为和婆婆关系不好，压根不想去，就借口店里忙没去。回来第2天，我给女儿讲故事时，3岁的女儿忽然问我：“妈妈，什么是野种？”我一惊，问她：“谁跟你说的这2个字？”女儿边喝水边说：“奶奶说我是你妈那个骚货不知和哪个野男人生的野种。”妈妈，我不是你和爸爸生的吗？女儿睁大眼睛又追问。听清楚之后，我气得手都在发抖，却还要强作笑脸抱紧女儿，安慰她说：“你当然是我和爸爸生的呀，你是我们最可爱的宝贝，你一定要记住，我和爸爸是最爱你的人。”女儿睡着后，我愤怒地拿出电话，想给老公打电话。我想告诉他，以后永远不准再带女儿回老家。可冷静下来，我决定不能这么轻易就过去。这次我一定要和婆婆大闹一场，只因她是我老公的母亲，我对她一再忍让。这次伤害到我的女儿，我绝不会罢休。我和老公初中就是同学，早恋在一起。我家是镇上的，家中独女。我爸妈早年是做废品回收的，老公家是农村的，家中老大，下面还有2个双胞胎弟弟。因为早恋吧，我那时成绩不好，没考上好的高中，父母就送我读了一个中专，学了美容管理。毕业以后，我一直在美容店工作，后来又在父母的资助下，在市里开了一家美容店。我老公从小成绩就好，不过高考没发挥好，只考了个普通一本。即使是普通一本，可也是他们村里好几年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。老公大学时带我回老家，一开始全家都很欢迎我，直到他妈听说我是中专学历，家里父母是做废品收购的，瞬间就变了脸。我们家老大可是大学生，正正经经考上的大学生，老大就算找女朋友，至少也要找个大学生，起码跟他一个学校的。你一个中专生，配不上我家老大，是做不了我家儿媳妇的。我们家可是本本分分的农民，不像你家是个收破烂的。你要是想做我家儿媳妇，嫁给老2、老3还行，老大可不行。不过老2、老3，你年龄又大了点。第一次去婆家，我是高高兴兴的去，泪水满脸的跑了回来。我提出跟老公分手，老公坚持不让，并在满22岁当天偷偷和我领了证。我俩的关系直到老公毕业回来，考了本地的公务员，才向家人坦白。生米煮成了熟饭，他父母也没有办法，只得同意。只不过一直没把我放在眼里，即使我后来挣的钱比我老公多得多，也比不上他儿子是个公务员来的体面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和婆婆之间开始了吵闹。起初我还比较客气，念她，毕竟她是我婆婆，逢年过节的各种礼数还是尽量做到面面俱到。可是婆婆油盐不进，就是死活看不上我。我们的第一次矛盾爆发是在婚礼上，因为要在市里办婚礼，我让老公统计老家要来参加婚礼的客人数量，好安排酒席。婆婆的回答是：参加什么婚礼？堂堂一个大学生娶一个中专生的婚礼，我怕说出去丢人，别人问我亲家是做什么的，我也不敢说是捡破烂儿的，我们不会来参加的。婆婆对于我身份和家境的攻击，我已经见怪不怪，毫不在意，也不想去理会。不来参加婚礼刚好，我还省了一大笔钱，我还幻想着眼不见心不烦，心里还高兴呢。我们的婚礼在市里最好的酒店举行，我家订的酒席是最高标准，有龙虾鲍鱼、伴手礼，
也都是名牌香水和大牌巧克力，现场的花都是鲜花。可就在我和老公互换戒指的时候，我婆婆带着一群农村大爷大妈，直接闯进了我的婚礼现场。我站在台上，看着那群大爷大妈呼朋唤友，毫不客气地抢位子、占桌子，硬生生挤走了桌上已有的宾客。他们狼吞虎咽地吃龙虾鲍鱼，不到几分钟，酒桌上的所有菜一扫而光。他们就拍桌子大喊服务员上菜。我婆婆带头把宾客放在酒桌旁的伴手礼全都拆开，分给了大爷大妈们。分完伴手礼，角落里剩下的酒水和现场装饰的鲜花也被他们全部薅走了。就这样，我眼睁睁地看着我的梦幻婚礼变成了抢劫现场，一片狼藉。我站在台上，哭得妆都花了。我老公从发现他妈进场开始就冲上去阻止，只不过徒劳无功，还被一群大爷大妈大骂娶了媳妇忘了娘。那场婚礼成了所有宾客的笑话。事后我去他家理论，没想到我婆婆扔出1000块钱来，说是当时大爷大妈们吃酒席的礼金。我咬牙看着面前这个死老太婆，心里暗道：你给我走着瞧。婚礼事件以后，我就知道不能跟流氓讲道理。吃了第一回亏，我就开始有所防备。既然你不仁，休怪我不义。我跟老公明确说清楚，不准婆婆来家里，家里门锁的密码不能告诉她，我开的店面地址也不能让她知道。我老公一切都照我说的做了，我们终于过了一段安生日子。然而好景不长，婆婆还是打听到了我美容店的地址。忽然一天，她带着4个大妈，气势汹汹就杀进我店里，进门就吼我，让我给他们做美容。鉴于之前的教训，我冷笑：我们这里是会员制，请先去前台选套餐，购买了会员才能做。婆婆怕失了面子，还想假装，就故意说：乡里乡亲，这都是看着你男人长大的大妈，你这个做媳妇的还能收什么钱？不许收，免费项目我家没有，也做不了。我丝毫不客气，顶了回去。你是我家媳妇，你的就是我家的，让你给谁做你就得做，这是天经地义的。别说给我做美容，就是我老了不能动了，你也要给我端屎端尿，好生伺候我。我婆婆见我不答应，瞬间发飙，没有什么是天经地义的。别说老了，就是你现在瘸了残了瘫痪了，该照顾你的也是你儿子，儿媳妇可没有照顾你的义务。你没文化，可以去咨询，就算告到法庭，我也不会给你端屎端尿。见我没有败下阵来，婆婆顿时破口大骂，开始动手了。她带着4个大妈，抓起我店里的美容产品就往地上砸。我假意阻拦了几下，直接报警。警察一来，她开始慌了，说是我先动的手。可是我店里有监控，我拿出手机，当场播放给警察，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。当警察告诉婆婆她有可能因此坐牢，婆婆和那几个大妈赶紧对我说软话，话里话外说，如果她坐牢，对我老公影响也不好。我原本也没打算让她坐牢，于是跟警察统计了摔坏的物品，商定了赔款金额。一听要赔2万块，婆婆又急了，张口就骂：你个骚货，害人精，还敢问我要2万，反了你了！冲过来就打我。当着警察的面，我没有还手，任他甩了我一个巴掌，顺势倒在了地上。警察原本拉他，没拉住，赶上来直接给他上了手铐。他拼命的挣脱，把警察的手都挠破了，并且对警察污言秽语的破口大骂，而我始终一言不发。我婆婆被拘留了14天，这还是我老公跑去托人找关系，讲了好多情。老公一开始还和我生气，
那意思是，就算他妈不对，吓唬吓唬得了，也不能真拘留啊。我直接点开当天的视频，老公看了他妈对着警察又踢又挠的彪悍表现，啥也没说。第二天就找到那处理现场的警察，买了礼物，赔礼道歉。他不傻，人家执法的警察真的没怎么动作，只给疯婆子上了手铐。如果告他袭警，丝毫不过分。拘留事件过后，婆婆知道了我的厉害，不敢当面跟我闹事了，但是背地里骂我的话简直不堪入耳。没过多久，我怀孕了，我婆婆态度开始有了点好转，在村里到处说她马上要有大孙子了。可是我从怀孕到生产，她没来过一次，没看过一眼，我没喝到过她的一口水，全程都是我娘家人照顾我。女儿出生后，婆婆又不安分起来，开始骂我没用的玩意，中看不中用的鸡。婆婆到处骂，说她自己生下3个儿子，是家里的功臣，所有人都应该对她恭恭敬敬，而我没用，生不出儿子，就应该在所有人面前夹着尾巴做人。对于这些话，我听听也就算了，并不计较，给自己找不痛快。所以很长时间里，我尽量不和他来往，就当没他这个人。本以为我躲着他就不会闹矛盾，可没想到老公只带女儿回了次老家，就被自己奶奶骂了野种，老妖婆，辱骂自己亲孙女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我决定报复。我爸妈虽然是开废品收购站起家的，但早在几年前就只做钢铁铜这方面的废料回收，成立了公司。而我老公的2个弟弟都是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了，这几年口罩时期也没挣到钱，过得不太好。去年初，老公提出叫2个弟弟去我爸妈的公司上班，反正也要招人，不如用自己人。如今2个弟弟在我家的公司里做的都挺好，工资高，收入还稳定，我爸妈也对他们非常照顾。2个弟媳妇也被我安排进我的美容店，在分店帮忙。女儿回来第3天，我和我爸妈商量好之后，带着女儿回了娘家。当天下午，我妈就愤怒地对老公他弟说：“你妈太过分了，这么多年欺负我女儿，我们都没和她计较。现在他竟然骂自己孙女是野种，还给我女儿身上泼脏水。既然这么恶毒，索性亲家不要做了，我女儿要离婚，你们也不要在我家做了。”我妈当场解雇了2个弟弟。我和2个弟媳妇平时关系不错，我和他们说好，让他们回家以后就说被我解雇了，我要离婚，让婆婆亲自跟我道歉，我就给他们加工资。回去的这段时间也算工钱。晚上，老公给我打电话，问我怎么回了娘家。我哭着说，实在受不了了，让他过来谈清楚。老公一脸懵的来了，我一把鼻涕一把泪，痛诉这些年来婆婆对我的欺负。最后，我万般委屈地抹着泪说，毕竟她没文化，她是你妈，我能忍的都忍了，可是她骂我女儿野种，我绝不能忍了，我不能让我女儿这样被伤害。3岁的孩子跑来问我，她是不是爸爸妈妈生的孩子，你不心疼？我心疼，实在过不了就算了，你去和你妈说，我惹不起躲得起，我不做你家儿媳妇总行了吧？老公瞬间涨红了脸，几乎流泪了，死死拉住我的手说，不离婚，不离婚，我不能没有你和女儿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让女儿回去了。第2天，老公和弟弟一起冲回婆婆家，公公搞清楚情况后，气得直接抽了婆婆一个大耳光，质问她到底想干啥，是不是想把儿子的家都霍散了才甘心？弟媳妇在一边说，哪有给自己儿媳妇泼脏水的婆婆，现在嫂子要离婚，你看怎么办吧？真要离了婚，那我们只好去外地打工了，以后你老了病了，
可别说是我们不回来照顾你。3天之后，婆婆和公公提着礼物上我家来，当着我爸妈的面给我道歉。婆婆保证说，以后绝不再胡说八道了，还说她就是开玩笑，随口胡说，让我千万别当真。我妈冷着脸说，骂自己儿媳妇和别人生野种，有这样开玩笑的婆婆吗？你也一把年纪了，说话积点口德，别忘了自己的身份。婆婆尴尬地看向老公，想等我老公帮她，老公却抱起女儿，转身走到一边去了。我在一边看着婆婆的狼狈样，心里舒畅极了。这次之后，我相信婆婆再不敢明目张胆地骂我了。至于心里，估计恨死我了吧。不过我才不在乎她呢，今后的日子继续远离她，就当她不存在。她不是儿子多吗？就等着他儿子伺候他老吧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